大家好，这区块的小菜地，影片制作的角度其实是摆在空间利用，希望在小菜地里种出种类多却不会显得杂乱。而种植小白菜区域的土壤，明显感觉到太过于单薄，也可以说是土壤太过于单纯，缺乏原生的有机质啊。单要靠肥力补足，就会比较费事啊。这等下部影片再一起呈现土壤结构调整与成效，这还需要思考一下有哪些现有资材可以利用。而这一旁原本是种植黄姜啊，因为走道上有顽劣的杂草，翻起砖头后，为了方便让人采收还特别将砖头先堆叠好。等有新想法跟时间才重新调整，只是有人为了挖掘一点老黄姜，却挖成这样。挖完后也不帮忙覆土啊，感觉自己花时间来挖还比较省事。而由于大番茄已经有开花的现象，没有棚架让它爬的话，还是得多立根竹子帮忙支撑，也让它攀爬。而此处的围墙有个好处啊，墙外就有灌溉河道经过，俨然就像是环绕老家这里的护城河啊。自然的屏障也不用担心作物长到墙外影响到别人。另外，围墙内要搭设棚架，围墙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依靠。只是思考过程中有多一个考量啊，该如何做才不会让内部环境变得太复杂，避免压迫感太重。目前这样比较单纯的运作，感觉还不错啦。至于美化环境，则调整了一点想法与做法，让菜长得漂亮一点，整体看起来先有舒服的感觉。因此现在只先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提供支撑啊，日后再慢慢增加搭设的方式。由于此处取水方便，考虑增加设施来降低日照，以因应气温越来越高的麻烦。目前是将此处优先纳入夏天种植，有待调整的菜地。而在大番茄旁挤入青葱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善用种植空间而是青葱与万寿菊都有驱除线虫的效果，这可以让大番茄可以长得更好。另外，喜欢在不同的闲置空间种植几株青葱，也可以观察青葱的生长状态，实际进行比较土壤肥沃的程度。固定好攀爬的竹棍后，进行绑定大番茄的主茎绑定的时候，绑绳不用拉紧预留主茎变粗的空间绑定的位置呢，只要在侧蔓的凹口，就很容易固定住绳子绑得太紧，随着主茎变粗呢，会压迫到主茎长出、传送养分与水分的路径当然，这若是不怕麻烦也可以再找时间慢慢调整松紧度接着将靠近地面的侧茎都修剪掉。更严谨的说法，这只是它的叶片不算是侧蔓将底部进行修剪，除了可以提高更多的通风性这要进行浇水时也会比较方便虽然菜园里种植的大都是蔬果有时却会把蔬果看成树木生长的缩小版进行调教。这是利用树木的生长周期比较长，有时会更容易判断出作物生长的状况。除非作物很特别不然对于植物因应的方式呢，很多时候呢都很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区域虽然已经有近10种的作物目前看起来压迫感算是还好。之前闲置的位置浇水或是使用易肥时，也会顺道浇一下，这样可以让土壤维持基本的活性
有剩余或适合的苗就可以随时补上。2棵不辣辣椒苗呢，也就又加入此区的行列中。另外，野生龙葵在天气变凉后，又开始从一旁的大蒜区窜出。虽然龙葵可以反复割取的方式采收，不过在大蒜区的话，再长高一点就会一次采收掉。若是采用反复采收的话，植株的高度会很快压抑，影响到大蒜的生长。3天的变化，将黄姜全部采收后呢，又补上黄姜嫩苗。大陆妹嫩化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啦，但是这长大的紫微白菜采收后，剩下的状况一样，还是看起来不舒服。这区域就只种植小白菜的位置，土壤得进行调整。很少拍摄采收的过程呢，主因是采收通常是让煮菜的人决定菜色自己拔。4颗大番茄的生长状况算是还蛮理想的，目前都已经开始开花。至于空间如何再利用，则是大番茄的内部将内部空间略为刨松，进行黄地豆育苗。现在挖土的动作不是在帮大番茄培土而是把土壤堆砌到大番茄的间距之间由于黄地豆算是不好随性育苗的作物种子因为比较大颗，虽然是建议事先泡水1个晚上不过1个晚上的时间有点笼统，会很容易泡烂。个人是在前一晚约泡水2个小时，倒掉水之后，先用密封袋装起来。经过1个晚上，就可以感觉种子已经有软化的现象。进行播种时，需要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这也是为何采用立垄进行育苗，可以让大番茄帮忙遮阳保湿育苗的原因而若是要更认真一点育苗，也是可以考虑用培养皿会比较好看顾由于已经有依据适水性设置不同的育苗条件区简单省事是最大的优先考量。现在天气已经有明显变凉一些，已经是可以火力全开种植冬菜或是年菜的时间了。长天期的菜如果过年需求比较大，今年过年假期又比较长，就得赶快种了。谢谢收看。